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 YouTube 黄金3小时。如果是我的铁粉，请给我一个 like。第一次看我的视频，请您静悄悄的给我一个 like。癌症是人人都害怕的疾病，无论患上什么癌症，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离死亡不远了，没希望了。其中最危险的癌症就是肝癌。肝癌是非常快速发展的癌症之一。肝癌早期并不易出现症状，一旦发现症状，癌都是发展至中后期了。跟其他癌症相比的话，肝癌常让人感觉来势汹汹，尤其是在中晚期被发现的时候。目前都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可以治疗。研究发现，很多得肝癌的人都是因为常常喜欢吃它。如果大家有这个习惯，建议大家快点戒掉，不要再吃了，否则癌症下一个就可能找上你。由于肝脏的沉默，肝脏疾病让人难以察觉，因此如果想要防止肝癌，平时就应该注意饮食方面的问题。研究已经证实，有哪些食物会对你的肝脏造成伤害，甚至可能引发肝癌。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看吧。1. 受潮和发霉的花生和瓜子。很多人喜欢边看电视或跟朋友聊天时，将花生和瓜子当零食，将它剥壳后就直接放入嘴里。但是一旦有发霉或受潮的花生和瓜子，也会不小心吃进嘴里，吃出病来。发霉的花生和瓜子含有多种真菌，其中含有黄曲霉菌。研究发现，黄曲霉毒素是很强的致癌物质，据统计，它比2甲基亚硝胺诱发肝癌能力达75倍，可见黄曲霉素直接威胁着人类的健康。暴露于黄曲霉毒素中，就会导致基因突变，引发肝癌。黄曲霉毒素能耐高温，因而普通烹调加工方法都不能彻底破坏其毒性，所以黄曲霉毒素一旦发现，几乎很难消除。除了发霉的花生，就连花生制品，如花生酱和花生油，也存在着黄曲霉毒素的风险。那要如何避免不小心使用发霉和受潮的花生和花生制品呢？被特殊加工过的花生比较难察觉到，但对于没被特殊加工过的花生，大家可以在食用前看看花生是否发霉，或者吃起来有异味或发苦。如果吃到有异味的话，一定要立刻吐掉。2. 腐烂的生姜。烂姜不烂味的说法在老百姓间广为流传，认为烂姜其实味道还在可以，继续食用。其实这样是非常危险的，因为生姜在腐烂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黄樟素。研究已经证实了黄樟素和肝癌的发生有密切关系，如果长期摄入，会大大增加患有肝癌的风险。如果生姜腐烂了，不应该只是将腐烂的部位切掉，然后继续食用，应该将整个生姜扔掉。这是因为烂姜中不但是腐烂的地方含有黄樟素，其他的地方也有了，并不是切掉了就没事了。3. 用久的木质砧板。如果木质砧板有刮痕，它的切痕容易堆积污垢，不易清洗，还容易发霉，产生黄曲霉素。这个毒素可能会附着在砧板上处理的食物，一起被人吃下肚。研究发现，黄曲霉素会增加肝癌的发生率。人体一旦摄入黄曲霉素，即使含量不高，细胞的免疫反应也会受到抑制，并可能导致肝细胞病变，甚至诱发肝癌。因此建议大家，如果一定要用木质的砧板，建议大家最好选择各方面综合质量都比较好的白果木、皂角木、桦木或柳木制成的砧板。不管大家信还是不信，为了大家的健康着想，若家中的砧板使用很久，已经有很多裂痕或发霉发黑了，建议还是换块新的砧板，毕竟健康更重要。4. 诱发肝癌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肝吸虫了。
调查发现，在中国多处地区，包括广东、广西、湖南、苏北、东北等，都发现大量的肝吸虫感染者。这些人被感染主要原因是因为吃了生或者半生的鱼、虾、螺等食物。另外，砧板、刀具、容器等抓手部分也会造成肝吸虫传播而感染。大家要注意，被肝吸虫感染一旦时间长了，就有可能导致肝胆癌症，不容忽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给我点个赞吧。请在底下留言+1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5. 著名的虾酱是用细小的虾子制作而成，而且吃的时候大多数都不会将它煮熟，这样吃这种食物就非常的危险，大大提高了患肝吸虫病的几率，也有可能诱发肝癌、胆癌、大肠癌的癌症。如果大家常常吃这类的食物，建议大家减少或者把它彻底的戒掉。另外，调查也发现，目前已知近70种水产可以感染肝吸虫，在一些地区感染率相当高。顺德调查淡水鱼感染情况发现，草鱼感染率达到 75%， 南海市的胖头鱼感染率 87%， 三水市的麦穗鱼感染率为 100%。所以吃鱼虾等都要煮熟了才可大大降低肝吸虫感染的几率，而且煮熟吃之后，被感染的几率是非常低的，非常的安全。现在很多人喜欢吃生鱼片，大家都说吃生鱼片蘸点芥末就能杀死寄生虫了，到底这是对的吗？大家要注意，这种想法其实不对。研究表明，芥末酱真的可以杀死寄生虫，但是呢，需要浸泡1个小时左右才会有效。所以大家每次吃的时候，蘸一点芥末酱是无法杀菌的，建议大家还是别吃了，煮熟吃会比较好。关于水产品、肝吸虫和癌症的知识，是不是长知识了呢？下次吃这些水产品，如鱼、虾、螃蟹、螺等，最好彻底煮熟才吃，以免被肝吸虫感染导致癌症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，我们下个视频见啦。